首先，我想先跟大家交流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爱自己？目前多数人对于爱自己的定义，可能比较趋近于我有一笔积蓄，我拿出去旅游、吃大餐，我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仿佛这样就叫做爱自己。不可否认，上述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爱自己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倘若我们对于爱自己的定义只局限在这样一个单一的象限里，你会发现，当你的感情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周遭的人都告诉你，他不值得啊，不要难过啊，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啊，等等等，这些对你而言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你甚至会觉得，你说的我都做到啊，我没有不爱我自己啊，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所以在接下来的影片，我会分享给大家，我认为爱自己应该要提升到哪个层面的面向，才能够有效的去提升我们在情感关系里面的种种问题。首先，请大家谨记一句话：唯有了解自己并善待自己时，别人才能够知道如何来爱你。再重复一次，唯有了解自己并善待自己时，别人才能够知道如何来爱你。接下来我会把这句话拆解成1、2、3。你们想要的成熟、健康、稳定的关系，其实都避不了这3大要素。你们看，当我们先遮掉其中2点，我们把爱自己的部分全部抹掉，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感情常常出现问题的人会纠结的点。他为什么不爱我？他到底爱不爱我？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更爱我？那我请教大家，爱自己的这2点你都没有做到的时候，别人要如何知道怎么来爱你呢？他有方向、有模板可以参考吗？你又该如何来引导对方为你付出？有没有很大的几率，对方只能一意孤行的用他的方式来爱你？那有没有更大的几率，这结果就不会是你想要的？因为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就觉得不被爱呢？现在我们来深度探讨一下，如果别人懂得如何来爱你，是因为他看见你如何善待你自己。例如，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去吃大餐，你会去旅游，你的休闲娱乐可能是唱歌、跳舞、弹钢琴、玩滑板、游泳、射箭等等，对方就会知道，当他惹你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带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送你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心情变好。对方也会因为你的一些兴趣爱好，有很大的概率会被你吸引到，会想要跟你一起尝试这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基本的爱自己，也给别人方向来爱你，甚至我们可以吸引到别人来爱我们？可是为什么这个层级的爱自己，有时候关系结果一样糟糕呢？因为上述说的这些可以和自己有关系，并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所以这个层级的爱自己，往往不足以去改善你们情感的问题，甚至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麻痹自己或者逃避亲密关系课题的一种方式，让你们更看不清核心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才会有很多失恋的人，不管做什么，心里都空空的，也会有很多人最后变得只爱他自己，从而无法跟别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所以最核心的本质还是在我们的第一点，唯有了解自己。当我们对于自己的照顾能够从外部的世界提升到内心的层面及自我觉察的面向，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模样。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些不良反应是源于潜意识的哪一个部分。而当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地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轻松的为自己拆解掉任何关系里面的导火线。当你都能够温柔的拥抱自己的时候，
别人要怎么不温柔的对待你呢？最后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想要跳过了解自己的这一部分，那么你现在做的爱自己、善待自己的行为，实则对自己不一定是一个健康的事情。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谈分手后很痛苦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去挽回，我们该如何找回我们自己。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